萧启清壤、迪丽热巴、陈星旭主演奇幻情侣，每集烧钱800万，惊爆眼球。电视剧《萧启清壤》单集成本突破800万元，由顶流演员迪丽热巴和陈星旭联手出演，打造年度最受期待的奇幻悬爱巨制。该剧改编自尾鱼超高人气小说，导演田立增打造口碑做河神，强联合承诺还原原著高光剧情。云南实地取景搭建庞大的宫，视觉震撼拉满，未播先火引爆全网讨论热潮。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聂九罗，这个角色拥有双重身份。表面上她是温柔优雅的雕塑家，私下里却是冷艳果决的风刀，身手不凡。迪丽热巴的表演将温婉与凌厉完美结合，预告片中几个动作场面已经让粉丝直呼过瘾。陈星旭扮演男主角严拓，角色经历从隐忍到觉醒的成长过程。前期他背负复仇使命，克制内心波动，后期逐渐展现出勇敢担当的一面。陈星旭通过细腻演技诠释这种转变，使得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故事根植于2000多年前的秦朝历史背景。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派遣一支名为缠头军的特殊部队进入南巴老林，寻找并抓捕一种叫做的枭的神秘生物。缠头军成功捕获的枭后，秦朝却已灭亡，他们只好在当地定居，形成村落，世代守护秘密。1000年之后，缠头军的后代聂九罗与的枭有着深厚纠葛的严拓相遇，两人原本处于对立面，却因共同卷入这场跨越1000年的宿命对决而逐渐靠近。剧情围绕他们从冲突到合作的关系演变展开，同时交织着复杂的感情线。聂九罗作为缠头军传人，掌握着家族传承的记忆和秘密。他最初对严拓保持警惕，但随着事件发展，发现彼此目标并非完全对立。严拓的家族历史与的枭紧密相连，他的复仇计划背后隐藏着更大阴谋。剧集通过 flashback 方式呈现秦朝时期的缠头军行动，展示的枭的奇幻设定和抓捕过程。现代线中，聂九罗和严拓联手探索真相，面对各种超自然威胁和人为陷阱。导演田立擅长悬疑奇幻题材，他的参与为剧集质量提供保障。田立增执导《河神》系列，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叙事节奏赢得观众好评。这次他与原作者尾鱼紧密合作，确保剧本忠实与小说精髓。尾鱼是知名网络作家，以司藤西出狱门等作品闻名，拥有庞大书粉基础。萧启清壤小说本身情节跌宕起伏，融合奇幻元素与人性描写，改编剧集保留所有关键剧情点和人物关系。制作方面投入巨资，单集成本超过800万元人民币，高额预算用于特效制作、服装道具和场景搭建，力求呈现电影级视听效果。剧组在云南多的实地取景，利用当地独特地貌增强故事的神秘氛围。核心场景缠头军的宫全部实景搭建，耗时数月完成。的宫设计参考秦代建筑风格，结合奇幻元素，内部结构复杂，包括陷阱和密室。拍摄时使用大量特效增强视觉冲击。演员阵容除2位主演外，还包括多位实力派配角，共同构建完整故事世界。动作戏份经过专门训练，迪丽热巴和陈星旭都亲自完成部分高难度打斗场面。剧集定于2025年10月24日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共计划播出40集左右。播出平台腾讯视频拥有强大推广资源，预计会进行多渠道宣传预热。音乐和音效由知名团队负责，原创配乐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增强剧情张力。预告片发布后迅速登上热搜，网友热议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的 CP 感和剧情设定。原著小说粉丝对改编表示期待，尤其关注关键情节如的枭的视觉呈现和角色感情发展。剧组发布的多款海报和剧照展示精美服装和化妆细节，聂九罗的雕塑加工作室和严拓的复仇场景都高度还原小说描写。拍摄期间耗时近半年，
转场多个地点，包括云南森林和影视基地。后期制作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特效处理，确保特效和其他奇幻元素的真实感。剧集分类为奇幻悬爱类型，目标观众覆盖年轻群体和原著粉丝。播出时间选在10月，避开暑期档竞争，有望凭借质量成为季度爆款。腾讯视频独播意味着会员观看模式可能推出抢先看等促销活动。前期营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花絮和访谈，维持话题热度。迪丽热巴近年作品多以现代剧为主，这次回归古装奇幻题材引发关注。陈星旭则延续其擅长的人物成长类型，表演值得期待。剧情中涉及的秦朝历史元素经过艺术加工，并非完全真实历史记录。特效设定为虚构生物，拥有特殊能力和社会结构，是推动故事的核心奇幻因素。聂九罗的风刀身份涉及大量动作戏，迪丽热巴为此进行武术训练。延拓的腹球线包含心理挣扎，陈星旭通过眼神和微表情展现内心变化。制作团队包括资深摄影和美术指导，曾参与多部大型古装剧。云南取景的选择西双版纳和丽江等地，自然风光与奇幻主题高度契合。成本 breakdown 显示，大部分预算用于特效和场景，小部分用于演员片酬和后期。单集800万的成本在业内属于顶级水平，堪比一些电影制作。剧集预告片点击量破亿，网友评论主要集中在特效质量和演员演技。迪丽热巴的双面形象和陈星旭的转变过程成为讨论焦点。播出日期10月24日，恰逢周末，有利于收视率积累。腾讯视频计划推出周边产品和互动活动，增强观众参与感。原著小说中的关键场景，如特工探险和最终对决，都在剧集中完整呈现。尾鱼本人参与剧本讨论，确保对话和情节符合原著风格。剧集语言通俗易懂，面向大众观众，避免过于复杂的术语。叙事节奏紧凑，每集都有高潮点，保持观众追看兴趣。服装设计融合秦代元素和现代审美，聂九罗的雕塑家装扮优雅，战斗服则帅气实用。延拓的服装随角色成长，从低调到鲜明变化。配乐主题曲由知名歌手演唱，歌词贴合剧情主题。音效团队模拟特效的声音特征，增强恐怖氛围。剧集拍摄使用4K 耳纹技术，确保画质清晰。后期调色偏向冷色调，匹配奇幻悬疑主题。播出前会有多轮宣传，包括主演直播和粉丝见面会。社交媒体话题已经预热，标签如萧启清壤相关阅读量超1000万。在近年的国产影视剧市场中，大制作与大流量并不鲜见，但能够真正实现质与量并重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而正在备受瞩目的萧启清壤，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期待。这部改编自尾鱼知名小说的作品，集结了强大的制作团队与实力演员，以恢宏的历史背景与玄幻色彩，勾勒出一幅瑰丽而厚重的传奇画卷。而在这部剧中，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女主角迪丽热巴。迪丽热巴此次饰演的聂九罗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角色，她表面上是温婉柔美的雕刻师，实则却是冷冽果敢的风刀。这种强烈的反差为演员的表现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在温柔与凌厉之间自由切换，如何将角色的双面性格演绎的自然流畅，既考验演技，也考验气质。迪丽热巴以往的荧幕形象多为灵动明艳、青春洋溢，此次挑战冷峻而锋利的气质，可谓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从目前曝光的片花与剧照来看，迪丽热巴在造型上的表现已经令人眼前一亮。无论是身披铠甲的冷冽英姿，还是眉目低垂时的温婉宁静，都展现出极强的角色代入感。尤其是在动作场面的呈现上，她亲自参与了大量打戏，刀光剑影之间，眼神中透出的坚毅与狠辣，使人很难将她与以往柔美的荧幕形象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迪丽热巴正在用实际的突破，
打破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更为难得的是，迪丽热巴在角色情感层次的拿捏上也颇见功力。聂九罗并非单一的冷面女侠，她在孤傲背后也有着脆弱与柔软的内心。正因如此，观众才能在她与严拓的羁绊中感受到人物的成长与蜕变。迪丽热巴凭借自然细腻的表演，让这种复杂情绪得以立体化的展现，令角色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当然，萧启清壤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演员的个人表现，高投入的制作水准、恢宏的美术设计、真实的实景拍摄，都让这部作品呈现出电影级的质感。而在这样精良的制作背景下，迪丽热巴的表演无疑将成为点睛之笔。她的气质与角色的契合度，以及她为突破自我所付出的努力，都让人对她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可以说，萧启清壤不仅是迪丽热巴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重要尝试，更是她证明自身演技广度与深度的关键之作。从金鹰女神到实力小花，迪丽热巴一直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戏路。而此次，她将用聂九罗这一角色告诉观众，她不仅能演绎青春与甜美，更能驾驭冷峻与深沉。在万众期待中，萧启清壤即将揭开神秘面纱。我们有理由相信，迪丽热巴将在这部作品中再次以惊艳的姿态征服观众的目光，留下属于她的经典瞬间。迪丽热巴新剧 CP 感太强，雨中牵手陈飞宇，宠尿摸头杀田闸，更有她演反派抢人。由迪丽热巴与陈飞宇携手主演的古装新剧《木须词》正上演着一出从全网唱衰到全网催播的惊天逆转。当该剧在腾讯和微博两大平台的预约观看人数正式突破200万大关时，这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更像是一枚勋章，宣告着两位主演凭借各自的实力，硬生生地将曾经的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时间倒回1年前木须词拍摄之际，彼时的舆论场可谓愁云惨淡。迪丽热巴正深陷于《公诉》与《安乐传》两部作品播出效果未达预期的泥潭，连续的收视与口碑滑坡，让她资源降级的刺耳论调甚嚣尘上。而另一边的陈飞宇则尚未完全走出2年前私密照外泄事件的阴霾，人气与路人缘都处于一个微妙的低点。当这两个处于事业冷静期的演员被官宣合作时，网络上的质疑声几乎要将他们淹没。许多激进的粉丝和网友直言，这是迪丽热巴资源断崖式下跌的明证，才会与有丑闻前科的陈飞宇搭档，甚至不乏对其颜值的苛刻批评，认为两人毫无 CP 感可言。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市场的风向转变得如此之快。引爆这场舆论反转的导火索，是今年陈飞宇主演的仙侠剧《羡鱼》的异军突起。这部剧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中杀出重围，在猫眼热度榜上力压同期的《雨尽长安》12封信，强势登上第3名。羡鱼的成功核心在于其塑造了一个极具魅力的男主角，腹黑偏执、为爱疯魔的师祖司马娇。陈飞宇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时而狠戾，时而脆弱，将一个背负沉重过往、情感极致浓烈的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凭借司马娇，陈飞宇的人气如同火箭般蹿升，微博铁粉数从3000左右一夜之间飙升至万人级别，彻底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洗刷了过往的负面标签。如果说陈飞宇的翻身是凭借一部爆款仙侠剧，那么迪丽热巴的口碑逆转则源于她勇敢地跳出舒适区，选择了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硬核题材剧集《利剑玫瑰》。这部剧聚焦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沉重主题，迪丽热巴在其中饰演一名果敢坚毅的女警。她褪去了华丽的古装和精致的妆容，以近乎素颜的姿态和扎实的表演，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正义感与同理心的执法者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利剑玫瑰》的社会影响力与良好口碑，让观众看到了迪丽热巴作为演员的决心与可塑性，成功打破了部分人对她只能演偶像剧的刻板印象，为其赢回了宝贵的观众信任。
当两位主演各自手握一部漂亮的翻身仗作品归来，大众在审视木须辞时，目光已然从挑剔变为了期待。剧组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热度的回潮，趁着七夕佳节释放出的一段最新花絮，则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花絮中，一场雨夜对手戏张力十足，饰演鬼王少女赫斯木的迪丽热巴在雨中撑伞与陈飞宇饰演的少年将军段须会面，他转身欲走，却被他一把拉回，眼神中的不舍与纠葛尽显。随后他将自己最爱的零食化糖赠予他，最后依依不舍地牵起他的手。短短几十秒的镜头，将两人之间那种相互试探、步步沦陷的宿命感拉满。而镜头之外的互动更是甜度超标。当陈飞宇蹲在地上时，迪丽热巴会像安抚小动物般宠妙地摸摸他的头，而陈飞宇则会细心地帮迪丽热巴整理被风吹乱的发丝。这种戏里戏外自然流露的化学反应，让 CP 感三个字不再是宣传通稿上的空洞词汇，而是观众肉眼可见的粉红泡泡。为了庆祝预约破200万，官方更是放出了一张亲密拍立得作为福利。照片里迪丽热巴站着，伸手轻捧起坐着的陈飞宇的下巴，两人相视而笑，甜蜜的氛围几乎要溢出屏幕，彻底击碎了当初毫无喜感的论断。木须辞改编自人气作家黎清然的小说《白日提灯》，其故事本身就拥有坚实的粉丝基础。它讲述了天赋异禀、生来背负鬼王宿命的少女赫斯木，在人间执行任务时，遇见了身世成媚、狡猾如狐的少年将军段须。一个是非人间的王，一个是凡尘中的将，两人从相互戒备到互通无感，命运相连，最终以凡人之躯与物鬼之力，共同守护人间。这种人与非人的设定，加上彼此救赎、携手成长的内核，本就极具爆款潜质。更让观众惊喜的是，该剧的演员阵容中还藏着一张王牌，因在国色芳华、锦绣芳华中凭借深情男二形象圈粉无数的魏哲鸣。魏哲鸣以往的角色多是温润如玉、默默守护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在木须辞中，他将迎来颠覆性的挑战，饰演一位狂热迷恋女主角赫斯木的鬼界大反派。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无疑为剧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深情骑士化身为偏执魔王，他与男女主角之间会产生怎样激烈的戏剧冲突，已经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在古装奇幻剧层出不穷的当下，木须辞能够从唱衰到全网催播，其背后最核心的推动力，无疑是迪丽热巴的回归与蜕变。作为近几年炙手可热的顶流女演员，热巴曾因《攻速安乐传》等作品未达预期而一度深陷舆论困境，外界对她的质疑甚至上升到资源下滑的程度。然而，木须辞的出现却像是一针强心剂，让观众重新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潜力与光芒。首先，从角色塑造上看，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斯木兼具宿命感与少女感。作为背负鬼王之力的非人存在，她需要在冷冽与温柔之间不断切换，既要展现宿命的沉重与孤独，又要传递少女的情感细腻与柔软。热巴在预告片与花絮中的表现，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一层复杂性。雨夜撑伞，回眸欲走，却被拉回的瞬间，她眼神中的纠葛与克制，已然超越了传统古偶剧的表面甜，而是带有命运牵引的深沉质感。更值得称道的是，迪丽热巴与陈飞宇之间的化学反应堪称惊喜。最初外界普遍质疑两人毫无 CP 感，但随着花絮与片段的释出，那些怀疑声彻底被击碎。无论是他轻轻地上的谈话，还是不经意的摸头杀，都展现出自然流露的亲密感，让观众感受到角色之外的温度。这种互动并非刻意营造的糖分，而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契合，让角色关系更加可信，也让观众对剧情走向倍加期待。与此同时，木须辞对于热巴来说，更像是一场身份的重建。过去观众习惯了她在古装美艳、现代偶像剧里的光彩照人，但这一次，她带着利剑玫瑰中积累的厚重质感，
重新回到古装奇幻领域。她的眼神与动作不再只是单纯的美貌衬托，而是注入了更多人物厚度。一个被负宿命的少女如何挣扎，如何在爱情与责任之间做选择，热巴的演绎令人相信这个故事值得被认真对待。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迪丽热巴在外形与气质上的高度契合。赫斯木这个角色本身具有超凡脱俗的设定，既是鬼王，也是少女。热巴的长相和气质恰好兼具英气与柔美，她的一颦一笑既能展现古装的灵动感，也能支撑住角色的宿命厚重感。这种独特的气质匹配，使得她几乎成了赫斯木唯一合适的人选。综上，《木须辞》不仅是一部奇幻爱情剧的尝试，更是迪丽热巴一次向观众展示成长与突破的机会。从曾经的流量质疑，到如今靠作品与角色赢回口碑，热巴正用她的努力与真诚，为自己书写一段逆风翻盘的故事。可以预见，《木须辞》一旦开播，她必将成为全剧最令人难忘的灵魂人物。迪丽热巴理想型为何触动共鸣？不谈颜值不提收入的恋爱观发人深思。迪丽热巴的理想型是啥？竟然不是高富帅。近日，一段2019年迪丽热巴的采访视频突然爆火，引发全网热议。视频中，这位新疆走出的顶流女星，面对镜头，坦诚地给出了她的答案：善良、孝顺、有上进心。这三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如同三颗石子，激起了舆论的千层浪。没有豪车别墅，没有颜值身高，这接地气的择偶标准，让一众网友直呼，这才是人间清醒迪丽热巴。这波考古式的热搜，与其说是对迪丽热巴个人选择的关注，不如说是映射出当下年轻人对于情感和价值的深度思考。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密码？2019年，正值迪丽热巴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面对媒体的追问，她并未像其他女星一样开出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梦幻清单，而是将人品放在首位。5年后，当粉丝们好奇她的经济门槛时，她再次强调，上进心比什么都重要。10年时间，2次隔空对话，迪丽热巴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在娱乐圈浮浮沉沉的路，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回顾迪丽热巴的成长之路，不难发现，她并非一夜爆红的幸运儿。9岁学习舞蹈，15岁成为专业舞者，这段经历培养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从最初克拉恋人中略显浮夸的高文，到后来长歌行中坚韧隐忍的李长歌，她用一个个角色打破了花瓶的质疑。拍摄《你是我的荣耀》时，为了演好航天工程师，她苦读专业书籍，甚至向真正的航天员请教细节。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她的成功并非偶然。在与粉丝的中，迪丽热巴也展现出真诚的一面。一次机场偶遇，她跟着粉丝跳起了舞，还调侃大家跳得比我还烂。这种接地气的，让她圈粉无数。更让人感动的是，有粉丝发现，她默默珍藏着粉丝写给她的每一封信，10年如一日。事业上，迪丽热巴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主演剧集豆瓣平均分 7.2， 高于同期小花平均值，商业价值更是名列前茅。在合约到期后，她没有选择舒适区，而是接连挑战萧启清壤和木须辞2部正剧，试图拓宽自己的戏路。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思考和规划。当迪丽热巴理想型成为热搜词条，不同年龄段的网友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70后感慨现在的年轻人终于不物质了，90后表示这不就是我妈从小教我的择偶标准，00后则调侃建议民政局把采访贴墙上。这种跨越年龄层的共鸣，反映出人们对真诚、善良等普世价值的认可。从演员到文化符号，迪丽热巴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在周星驰的电影《女足》中，她将首次挑战大银幕，饰演一名足球运动员。
他在生日 vlog 中写道：“33岁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跑线。”迪丽热巴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励志故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不追求物质，重视内在品质，这或许才是当代年轻人应该追求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不如脚踏实地，努力提升自己。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流量与话题往往决定着明星的曝光度。然而，迪丽热巴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姿态，悄然赢得了大众的尊重。近日，她在2019年的一段旧采访视频再次登上热搜。视频中，她坦言自己的理想型并非高富帅，而是善良、孝顺、有上进心。这一朴素却真挚的回答，犹如一股清风，吹散了喧嚣浮躁，让无数观众心生共鸣。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太多人习惯以房子、车子、收入作为衡量感情的标准，但迪丽热巴的回答让人们重新思考爱情的本质。善良是一种最朴素的美德，孝顺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而上进心则是对未来生活的共同憧憬。他用3个简单的词汇，道出了最真挚也最难能可贵的择偶观。这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表态，更是一种对社会价值的积极引导。回顾他的成长历程，便能明白这份价值观从何而来。自幼学习舞蹈，青春岁月里坚持不懈的训练，塑造了他坚毅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态度。进入演艺圈后，他也曾因外貌出众而被质疑为花瓶，但他从未被这些声音击倒，而是通过一次次角色的打磨，用实力证明自己。从《长歌行》中的坚韧公主，到《利剑玫瑰》里果敢的女警，再到未来挑战大银幕的足球运动员，迪丽热巴始终在不断突破自我。更难得的是，她始终保持着对粉丝的真诚与感恩。有粉丝发现，她会珍藏10年前收到的手写信件，这种细腻与温情，折射出她对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珍视。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将善良和孝顺作为择偶首要条件。她相信外在的光鲜会褪去，而内心的温暖与责任才是陪伴一生的基石。这段理想型发言在5年后再次走红，并非偶然。它击中了跨越年龄层的普遍情感。70后一代感叹年轻人终于不再唯物质论，90后觉得这是父母口中的择偶准则，而00后则戏称建议民政局贴在墙上。这种跨世代的共鸣，本身就是对迪丽热巴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脚。作为演员，迪丽热巴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作为公众人物，她展现了清醒的价值观和坚定的内心。这种内外兼修的品质，让她不仅是一位受人喜爱的明星，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她用行动证明，真诚才是娱乐圈最稀缺的必杀技。也许，这就是迪丽热巴最动人的地方。她的美丽并不止于外表，而是源自内心的坚韧与善良。她的故事提醒我们，爱情不该以物质为基准，而应以价值观与人品为核心。在浮华的世界里，保持真挚与纯粹，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人生态度。那么，在你看来，一段健康的关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上的契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